地球上有個地方，一年能劈出100多萬次閃電，天天雷聲轟隆，這事兒已經持續了幾百年。可到今天，科學家都說不清他為什麼偏偏挑中了這一個地方。還有一片森林，裡面的樹全都被擰成了麻花的形狀，好像被一只看不見的大手硬生生揉過一樣。更離譜的是，2000多年前的古人在地上畫了一幅巨大到沒邊的圖案，可他們自己壓根儿沒辦法飛到天上去看一眼這幅畫完整的樣子。這些聽着像是電影特效，但它們全都真實存在於我們腳下的這顆星球上。今天就帶你看13個地球上最詭異，連科學家研究了幾十年都解釋不通的地方，一路數到最後，看看哪一個能把你驚得說不出話。先從第13名說起，委內瑞拉的馬拉開波湖。這片湖泊養活了當地人幾百年，靠水吃水，靠湖打魚。但它身上還有一個更出名的標籤——卡塔通博閃電，人稱永恆风暴。在這兒幾乎每周都能看到雷暴，一年最多能劈出上百萬次閃電，每晚能持續10個小時。一年裡有140到160個晚上都是這樣，閃電亮起來的時候，方圓好幾公里都能被照得跟白天似的，場面像是穿越到了異世界。奇怪的是，研究了這麼多年，科學家依然沒弄明白這種現象為什麼偏偏就發生在這個地方。目前比較靠譜的說法是，加勒比海吹來的暖濕氣流和安第斯山脈往下沉的冷空氣在這兒撞了個正着，再加上湖区特殊的地形，才湊出了這種極端天氣。但這套說法到底能不能完全解釋清楚，其實誰也說不準。也有人覺得湖底埋着的石油和礦物成分說不定也是原因之一。不管真相是什麼，卡塔通博閃電早就成了委內瑞拉文化的一部分，寫進了文学，畫進了繪畫，譜進了音樂。它甚至救過不少人的命，因為這道天然燈塔幾百年來從沒爽約過，水手和領航員就靠着它的光，在馬拉開波湖和附近凶險的委內瑞拉灣裡安全穿行。看完這篇能打雷的湖，接下來是第12名，菲律賓的巧克力山。它在菲律賓薄荷島上，1776座圓錐形小山丘錯落地排在一起，堪稱菲律賓最出名的地標之一。它這個名字的來歷也挺有意思。到了旱季，山上的草會從綠變棕，遠遠看過去就像一堆一堆的巧克力。這種季節性的變裝每年都吸引着世界各地的遊客專程跑來看一眼。不過巧克力山到底是怎麼長出來的？除了當地傳說，科学解釋其實也沒能說明白。地質研究認為，這些山丘是石灰岩經過長期風化侵蝕，再加上古海床上珊瑚不斷沉積隆起，花了幾百萬年才慢慢堆出来的。但為什麼它們個個都長成規規矩矩的錐形？為什麼數量這麼多？又為什麼到現在都沒被徹底磨平？這些細節至今沒人說得清，還在被持續研究。當然，科學之外，當地也流傳着更浪漫的说法。傳說巨人阿羅哥愛上了凡人女子阿羅亞，阿羅亞去世後，阿羅哥悲痛欲絕，日夜哭泣，眼淚被太陽曬乾凝固，就變成了今天的巧克力山。如今巧克力山已經是菲律賓熱門的旅遊景點，當地還專門修了一座巧克力山觀景台，遊客登頂就能把連綿起伏像巧克力海洋一樣的山丘盡收眼底。告別了這片浪漫的山丘，第11名要去墨西哥的寂靜之地。世界上出現詭異電磁現象的地方不少，但要論離奇程度，恐怕都比不過墨西哥杜蘭戈州的馬皮米寂靜區。這片區域也叫寂靜之地，藏在奇瓦瓦沙漠深處，面積差不多1500平方公里，人煙稀少，到處是奇形怪狀的岩層和沙漠動植物，乍一看跟普通沙漠沒什麼區別，但多年來這裡頻繁出現的電磁干擾和各種解釋不了的怪事，讓它顯得格外不一樣。最出名的現象是，無線電信號和通訊設備一到這兒，常常直接失靈。很多穿越這片區域的人都反映，自己的無線電徹底斷了聯繫，卻沒人說得清到底是為什麼。有理論認為，可能是當地高濃度的磁性礦物在作怪，但也有人堅信這跟超自然力量甚至外星活動有關。讓事情更撲朔迷離的是，這片區域上空還多次被人看到不明發光物體，雖然出現頻率比電磁干擾低很多，但同樣至今沒人能給出合理解釋。正因為地處偏遠，科學家一直在對這裡的異常現象做長期調查，也有人期待，這或許正是當地獨特地質和環境條件發出的某種信號，一旦被徹底破解，說不定會有重要的科學價值。從沙漠的寂靜裡走出來，
第10名是俄羅斯的跳舞森林。在俄羅斯波羅的海沿岸有一条狹長的沙洲，叫庫尔斯沙嘴，上面有一片讓科學家百思不得其解，卻讓遊客流連忘返的怪樹林。這片跳舞森林裡長滿了姿態詭異的樹，它們本該是筆直向上的松樹，可在這兒卻長成了各種滑稽的形狀。樹幹像螺旋一樣盤繞扭曲，枝條以一種超現實的方式彎折，有的看着像在鞠躬，有的像在跳舞。林間地面上投下它們神秘的影子，氣氛既詭異又淒美。世界上其實不止這一片長得怪的森林，但別處的成因大多不難解釋，唯獨這片跳舞森林的真正原因到現在還沒人說得清。流傳最廣的說法是，這些积便是庫爾斯沙嘴常年刮的強海風長期塑造出來的，當地的沙質土壤和特殊小气候可能也起了作用。但問題是，如果单純是風力和土壤的影響，所有树本該長成差不多的樣子，可跳舞森林裡每一棵樹扭曲的方式都不一樣，這說明背後一定還有別的原因在起作用。看完這片會跳舞的森林，第9名是來自明尼蘇達州的魔鬼水湖。明尼蘇達州的马格尼法官州立公園風景很美，深受當地居民徒步和露營的喜愛，但它真正出名的原因是一座叫魔鬼水湖的瀑布。這座瀑布本身就很壮觀，但更讓人上頭的是圍繞着這湖水的一個經久不衰的謎團。瀑布所在的布魯勒河，水流在到瀑布之前會分成2股，大約一半直接墜進一個深不見底的巨大洞穴，也就是水湖，剩下一半繼續沿着河道流下瀑布。真正的謎題在於，掉進水湖裡的那部分水到底流去了哪兒？多年來，人們試過各種辦法，投染色劑追蹤，扔 GPS 定位器，甚至扔原木和乒乓球，指望它們能在別處冒出來。結果每次都讓人失望，所有扔進去的東西全都毫無蹤跡地消失了。這也讓當地流傳出地下有龐大隧道網絡和隱藏洞穴的說法。更奇怪的是，就在稍下游的地方，河流水量會明顯變大，說明消失的水幾乎都重新回到了河道裡。可無論染色劑、追蹤器還是那些扔進去的東西，卻從沒有一個真正被人發現浮出水面。也就是說，這些水一定繞了某條極其複雜的路才重新匯入河流，而以現在的技術手段，我們還完全查不出這條路到底長什麼樣。謎題越來越深。第8名同樣讓人驚嘆，沙特阿拉伯的納斯拉巨石。沙特阿拉伯有世界上最原始壯美的沙漠景觀之一，雖然大多數地貌成因如今都能解釋，但有一處地方到現在還是個謎。在泰馬綠洲以南約50公里處，矗立着一塊叫納斯拉岩的巨石。這塊砂岩巨石高約6米，寬約9米，重達數噸，卻依然筆直挺立，這本身已經很罕見了。更讓人稱奇的是，這塊巨石竟被從中間近乎完美對稱地劈成2半，縫隙精準得不可思議。這種精度讓不少人懷疑，這一定是人為切割，或者是某種已經失傳的古代技術幹的。可到現在都沒有確鑿證據能證明這跟人類活動有關，它真正的成因依舊存在爭議。地質學家普遍認為，納斯拉巨石的分裂是一種自然的應力斷裂，幾百萬年間，構造運動、風化和侵蝕不斷作用在這塊砂岩上，最終讓它沿着天然的斷裂面裂開。而這麼精準的裂縫，很可能只是這塊岩石自身獨特性質，加上漫長自然作用力共同造成的一種巧合。即便如此，很多人依然不太相信這純粹是天然的。如今，納斯拉巨石已經吸引了大批探險者、地質學家和好奇的旅行者前来一探究竟。儘管它已經屹立了幾百年，看上去卻還像隨時可能倒塌一樣。這一帶歷史悠久，周圍散布着幾千年前的古代岩刻和銘文，因此也有人猜測，這塊被劈開的巨石可能曾在古代的儀式或祭典中扮演過角色，但這一點同樣有待證實。看完這些鬼斧神工，第7名把視線轉向坐落於非洲西北部毛里塔尼亞的里夏特結構。里夏特結構常被叫做撒哈拉之眼，藏在毛里塔尼亞偏遠沙漠深處。從空中俯瞰，它是一個巨大的環形凹陷，直徑約40公里，由一圈圈沉積岩層構成的同心圓環組成。最裡層是較古老的岩石，外層是較年輕的沉積物。但如果站在地面上，它規模實在太大，人幾乎察覺不到自己正身處其中。唯一的線索是偶爾冒出來的岩石顏色或類型變化。最初人們以為這是隕石撞擊留下的坑，但科學家後來證實，它其實是一種叫穹隆構造或背斜的地質現象。
是地壳在幾百萬年間緩慢隆起，讓岩層不斷彎曲折疊，最終形成了今天看到的這個環形結構。不過這個解釋也留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它中心那個特別醒目的眼睛。這處中央凹陷多年來一直困擾着地質學家，最初推測是風蝕和水蝕共同作用的結果，但最新研究顯示，單靠侵蚀根本解釋不了它的規模和形狀。中心的眼睛更可能是火山和熱液活動共同作用之後，又經歷了塌陷和侵蚀才形成的。不過這一切目前都還只是推測，還需要更多研究才能徹底揭開這個地球最壯觀的自然奇觀之一的真面目。它的地貌因為跟火星表面太像了，甚至一度被提議用作測試火星車的場地。看完這只地球的巨眼，第6名轉去浩瀚的大洋，廣闊的馬尾藻海。關於海洋，我們要學的還有很多。曾經我們以為大海不過是一大片相互混合、不停流動的水體，但研究證明事實不是这樣。海洋裡其實存在着許多溫度、鹽度、含氧量都截然不同的獨立水域。馬尾藻海就是個典型例子，人類已經認識它幾百年了，它至今仍帶着幾分神秘。這片海域在北大西洋，以古藍色的海水和大片漂浮的金棕色馬尾藻聞名。它的覆蓋面積估計超過400萬平方公里。跟一般海洋不同，它沒有固定海岸線，而是被4股強勁的洋流環繞。北面是北大西洋暖流，東面是加那利寒流，南面是北赤道暖流，西面是墨西哥灣暖流。這4股洋流一起形成了一個近乎靜止的巨大漩渦，也就是北大西洋副熱帶環流，把漂浮的碎屑和海藻牢牢困在了裡面。這片海域最顯眼的特徵就是那些密密麻麻飄在海面上的馬尾藻，它們給魚類、海龜和各種無脊椎動物提供了重要的棲息環境。馬尾藻本身也進化出了充滿氣體的浮囊，能讓自己長期飄在海面。這裡還是多種洄游海洋生物的重要產卵地，比如大西洋鰻魚，不管是歐洲鰻還是美洲鰻，一生都會回到馬尾藻海產卵，幼魚跟着洋流漂流，最後抵達大陸沿岸長大，成熟後再游回這片海域，完成整個生命週期。正因為孕育着這麼豐富的生命，馬尾藻海對全球生態至關重要，從產氧到無數物種的生存都離不開它。可問題是，我們對它的科學認知實在太少，它到底是怎麼形成，又是怎麼維持到現在的？哪些結構對它的存續最關鍵？這些都還不清楚。這也讓我們很難判斷人類活動到底給它帶來了多大破壞，又該怎麼保護它。舉個例子，臭名昭著的北大西洋垃圾帶就在這兒，塑料污染相當嚴重。不過這裡也發現了能分解塑料的微生物，未來要是能進一步搞清楚這片海域，說不定不僅能幫着控制這裡的污染，也能給世界其他地方提供思路。離開這片被洋流包圍的神秘海域，第5名回到陸地，俄羅斯的沃托瓦拉山。在俄羅斯偏遠的卡雷利亞地區深處，坐落着神秘的沃托瓦拉山，是當地的最高點，海拔417米，最近的居民點也在20公里之外。可即便這麼偏遠，它依然被公認是俄羅斯最神秘的地方之一。原因在於這座山上到處是一種叫沃托瓦拉石蘑菇的奇特岩石，巨大的蘑菇狀石塊，有的高達9米，卻全都靠着一根細細的石柄保持平衡。最初人們以為這些石蘑菇是古代先民在幾百甚至幾千年前人工雕出來的，但近年的研究開始傾向於認為它們其實是自然作用的產物，具體成因依舊成謎。目前最主流的理論是，它們是末次冰期冰川活動留下的。冰川反復前进和後退，對下方基岩施加巨大壓力，讓岩石不斷開裂侵蝕。經過幾千年，裂縫周圍較軟的岩石逐漸被磨掉，只留下了這些蘑菇狀的結構。另一種理論則認為，這些岩石可能是更近期的地震活動，或是地下暗河塑造出來的。對當地的卡雷利亞人和薩米人來說，這座山長久以來都被視為神聖之地，他們相信這些石蘑菇乃至整座山都有特殊的精神意義。民間傳說裡，這些石蘑菇是曾經遊蕩在這片土地上的巨人留下的傑作，據說還藏着某種魔力。探索繼續深入，第4名帶你去看一道真實存在的未知光芒——挪威的赫斯達倫之光。世界各地都有人報告說看到過天空中的怪異光點，但大多數目擊事件既沒法證實，更談不上找出成因。不過有一個地方，詭異的光球是真真切切存在的現象，而且盡管已經被記錄研究了幾十年，我們對它的理解依然幾乎為零。
這就是挪威偏遠的赫斯達伦谷地裡的赫斯達伦之光，表現為在夜空中盘旋閃動的發光球體或拉長的光带，是全世界紀錄最完整、最有代表性的一起不明空中现象案例，也常常跟 UFO 目擊事件聯繫在一起。有記錄可查的最早目擊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初，不過也有說法稱，早在30年代就有人見過類似現象，而且它不是偶發的，而是經常出現。一些目擊者甚至說幾乎每晚都能看到。為此，科学家和研究人員專門搭建了一整套觀測設備，包括攝像機、光譜儀、磁力計和雷達系統。可即便這些光已經被反復拍下來，它真正的性質和成因依舊是個謎。目前提出的解釋包括可能是當地地質活動產生的電離氣體或等离子体導致的。這片山谷確實藏着豐富的金屬礦藏，理論上有可能促成這類現象，但這一點還沒被證實。另一種可能跟壓電效應有關，也就是某些礦物在受到機械壓力時會產生電荷，而當地的地質結構和不斷移動的基岩恰好可能具備產生这種放電現象的條件。在真相水落石出之前，這片區域已經成了 UFO 愛好者心目中的天堂，也帶火了當地的旅遊業。就算未來謎團真被解開，這裡恐怕依然會是所有熱愛獵奇現象的人心中的打卡聖地。聊完這道神秘的天空之光，第3名要去一片讓人聞風喪膽的海域——太平洋魔鬼海。說起百慕大三角，恐怕沒人不知道，那片據說吞噬了無數船隻和飛機的詭異海域，幾百年來一直是各種傳說的中心。如今這片海域早就被科學家徹底研究過，也有了相對合理的解釋。可全世界出現類似神秘事件的地方，其實並不止百慕大三角這一處。太平洋上還有另一片同樣聲名狼藉的海域，被稱為魔鬼海或龍三角。就在日本沿岸關島和小笠原群島之間，跟百慕大三角一樣，這裡也流傳着無數傳說，大多跟船隻、飛機的離奇消失有關。其中最著名的案例之一，就是美國海軍巨型貨船獨眼巨人號。1918年，這艘船連同船上309名船員，在沒發出任何求救信號的情況下徹底消失，成了歷史上最大的海難謎案之一，至今下落不明。除了這些離奇失蹤事件，這片海域還多次被報告出現磁場異常、指南針讀數紊亂、電子設備故障以及夜空中的詭異光點。這些現象進一步引發了外界關於超自然力量、海底火山甚至外星活動的種種猜測。科學界給出的解釋更多樣，通常要看具體事件而定。有專家認為，船隻和飛機失蹤跟當地多變而劇烈的天氣有關，比如突發的猛烈風暴、台風和水龍捲。也有觀點認為，磁場異常可能跟海底火山或斷層帶這類地質構造有關。更耐人尋味的是，魔鬼海恰好緊鄰馬里亞納海溝這條全球最深的海底火山構造帶，而馬里亞納海溝本身也充滿未解之謎，比如還沒被完全探明的海底洞穴和熱液噴口。這些因素疊加上當地本就惡劣多變的天氣，很可能共同促成了海面上發生的種種怪事。榜單接近尾聲，第2名的怪異現象可能會直接穿透你的耳膜——新墨西哥州陶斯翁冥。I don't know what it is, but it's starting to freak me out a bit. 對大多數遊客來說，新墨西哥州的陶斯鎮跟其他小鎮沒什麼兩樣，但對某些人來說，這裡回盪着一種揮之不去的怪聲，人稱陶斯翁鳴。這種聲音通常被形容成一種低沉的嗡嗡聲，像遠處柴油發動機的怠速聲，或是低音炮持續發出的震動感。聽到這聲音的人常常還會感覺到明顯的震動，伴隨一種莫名的不安感。奇怪的是，並不是所有人都能聽到這種聲音，而那些能聽到的人也大多說不清聲音到底是從哪兒傳來的。相關記錄最早能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初，當時一群陶斯居民開始反映自己被一種揮之不去的低頻噪音困擾。多年來，這個現象逐漸引起媒體的廣泛關注，也激起了公眾的好奇心。科學家們用各種手段展開調查，包括噪音測量、聲學研究，甚至有政府部門介入。但即便如此，到現在也沒能找到確切的聲源或成因。目前提出的解釋多種多樣，有人認為可能是當地的工業機械、採礦活動或軍事行動造成的，但調查始終沒能把這種聲音跟任何具體的人為噪聲源直接對上號。這也讓人們把目光轉向自然成因，
比如地震活動或地下流體的運動，甚至還有觀點質疑這種嗡鳴是不是真的客觀存在，懷疑它更可能是一種心理層面的現象，也就是所謂的集體癔症。但這個說法同樣沒有確鑿證據。最棘手的是，對那些確實能聽到這種聲音的人來說，它對生活的影響是真實又嚴重的。不少人因此失眠，長期承受更高的精神壓力。在真正的答案出現之前，他們眼下唯一的辦法似乎就只能搬離這裡，徹底遠離這種聲音。最後終於來到今天當之無愧的第一名，秘魯納斯卡線條。世界各地的古文明都曾在大地上留下過巨型的地面刻畫，但要論離奇和神秘的程度，恐怕没有一處能比得上秘魯的納斯卡線條。這些線條由數百幅錯綜複雜、規模驚人的圖案組成，從簡單的幾何圖形到動物、植物乃至人形圖案應有盡有，總覆蓋面積達451平方公里，是公元前200年到公元600年間生活在這裡的納斯卡人創作的。他們的做法是把覆蓋在納斯卡沙漠表面氧化後呈紅棕色的鵝卵石清走，露出下方顏色較淺的地表。由於當地气候極度乾燥穩定，這些圖案得以完好保存超過1000年。納斯卡線條中最著名的圖案包括蜂鳥、蜘蛛、猴子和禿鷲，其中規模最大的一幅因為外形酷似身穿宇航服的人形，被稱為宇航員或太空人，一度引發了廣泛的好奇和討論。至於這些圖案究竟是幹什麼用的，學界至今仍爭論不休。有人傳統上認為，他們對納斯卡人來說有儀式、宗教或天文層面的意義，可能是某種祭祀活動、灌溉系統的一部分，或是標記地下水源的指示牌。也有人認為，他们可能是一種天文曆法，或者是一種用來跟天上神靈溝通的方式。而最讓人費解的一點在於，這些圖案只有從高空俯瞰才能看出完整的形態。可當年創作他們的人根本沒有任何辦法飛上天空，從這個高度俯視自己的作品。他們究竟是怎麼在完全沒有俯瞰視角的情況下構思、規劃並最終完成這些巨型圖案的，至今仍然是個謎。也讓人不禁猜測，納斯卡人是不是曾經掌握過某種早已失傳的技術。